嗨，baby 们，我是你们的妈咪小甜。是的，我们经常用来过场的小景和阿福的扮演者苏小彤，她出新剧了，遇刺小仵作。我抱着支持女儿新剧的想法，实际上是更新表情包，点开了这部剧。看这部剧之前，我女儿资源好差，这是什么小成本网剧、古言探案剧，一看就是不过脑的甜宠，孵化到不给力啊，好像没有小景阿福的造型那么可爱。不能给我的女儿配一个英俊的女婿吗？然后我就一口气追了8集。剧情节奏还不错哦，悬疑部分不错，而且好像还有点考究。女儿一如既往的可爱，以及我允许你做我的新女婿。网宽，对不起，送儿子网剧肯定没有那么快写好，所以我就先走了1集。你先把鼻子给我整回来。本来点进来的我以为这只不过是一部不过脑的甜宠剧，没想到它有破案推理，也有儿女情长，立业高就，庙堂之上又有江湖之怨，主角团各有特点，互动还萌，关键是剧情尊重你的智商。上次给我这种惊喜的感觉是大宋少年志，这部剧主要是悬疑加甜宠，主角团一起破案，推理的、验尸的、打架的、跑腿的，基本都全了。这部剧的第一个优点就是男女主都是搞事业的正常人，她是我们的女主角楚楚，跟宋大志的小景一样，都是讨喜的傻白甜。当我看到阔少帮女主付钱，女主拿到工资之后先点了一下钱数，然后立刻还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部剧稳了。就素质这一点就秒杀了国产剧里90%的女主角。楚楚其实是天然呆，经常就是一本正经的噎人，但实际上业务能力非常强，工作很认真。我们的楚楚只不过是一个想要考公务员的社畜罢了，从乡下赶到长安就是为了当仵作，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法医，以为自己没有考过，只是哭唧唧给自己打气加油，也没有无理取闹，这一点就已经秒杀了国产剧里99%的女主角。勤劳能干，不卑不亢，住在男主家里，不白吃白喝人家的，把刚拿到的工资拿去买鸡养鸡之外，还打算种田。我们的男主角萧景瑜再看平平无奇，后面让我等丈母娘是越看越喜欢，因为人设真的是太好啦。社会王爷身为3法司的老大，身居高位，但不仗势欺人，高冷不是面瘫，不是没有礼貌。男主的能力也强，擅长的是观察和审问。惊艳我的一段是他审问一个伪装成平民的杀手，先给对方挖坑，你是不是读书人？杀手慌乱承认，王爷就随便挑一张让他背书。犯人当然背不出来，谎称自己有段时间没读书了，是做账房，给胡人商队打工，想来一个查无凭证。男主继续追问，是贩卖皮货，不同皮货卖多少钱？哪种皮货卖的最好？临时筹划没打好副稿的杀手再次掉到了坑里。全程男主审讯主动权都把握在自己的手上，最后乘胜追击，霸气表示你的脑子不足以应付我。这一段绝辣！首先是贴近生活，宛如你面试工作被提问，代入感还特别强，不仅展现了男主的业务能力，男主从容不迫的性格也显现出来了。而且身为大唐公务员，男主很有责任意识。女主某次差点被绑架，手下问男主，女主太单纯了，要不要提醒她注意安全？男主严肃道，这种话他父母亲友都能说，但是我们公职人员不能说，百姓发生危险还要自保，那要我们做什么？所以全程看下来，男主温和有礼，正直强大，散发着正道的光芒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真的有在认真的工作。以往电视剧里的霸道总裁、霸道王爷整天围着女主转，这部的男主应该是我看过最逼真的公务员了吧？时间表排得满满的，基本没有时间睡觉，经常熬夜加班。终于回了趟家找妈，还是为了工作。而且这位哥在出差的路上还在工作，结合碎片时间看书和卷宗，还有时间送女主自己做的手工礼物。女主很惊讶，我平时都和你在一起，你咋有时间呢？你不睡觉的？是的，这位哥半夜还在被窝里给女主做礼物。是的，这部剧大家都是奋斗皮、工作狂，全员智商在线，就连看起来最不靠谱的男二也是。男二景逸，大理寺少卿，是个纨绔子弟，但工作也认真，工作时间大晚上都在天上飞。和男主是朋友，又是男主的下属，他的能力也是识人变化。某次他的任务是要忽悠舞姬承认偷了东西，在舞姬房间里没有找到赃物，要查出赃物放在哪里。然后表面插科打诨，实则分散舞姬的注意力。先是跟舞姬姐姐卖惨，哎呀，我也有任务啊，你告诉我你偷的东西是啥，我随便
便找个东西交差就行了。舞姬表示，呵呵，你一定是要骗我拿到赃物，我不上当。哦，原来你真的偷了东西，我中计了。男二继续卖惨，哎呀，我真的是个笨蛋。老大说你偷了东西，我还不信。然后先是塑造自己非常弱鸡的形象，让舞姬再次放松警惕。男二趁热打铁，我也不想为难你，但是我们老大查案子很厉害。然后继续挖坑，这样你把东西藏在严府。哎，那其实你告诉我东西是什么样子，我交差就好了。舞姬真的被他打动了。真的吗？你真的会帮我？男二阳春一笑，你还真的把东西放到严府啦？他嘲讽完赶紧开路的样子，好贱啊！同一个套路用2次还成功啦。通过2场不同的审讯，两人的性格一目了然。男主是一针见血，刚正不阿；男二就是个大忽悠。另外，男二是本剧的喜剧担当，看到男女主在一起，经常是一脸这种好事我怎么能错过，经常是一脸我磕到了的表情，实际上是男女主在一起了，没有人跟我抢女二了，哈哈哈哈！看到男主吃瘪的时候，负责落井下石。女二和女主也很好磕，女二是节度使的女儿，快意恩仇的剑客，和男主男二是青梅竹马。女主对女二一见钟情，一通彩虹屁。如果我是男的，我会娶你。女主遇到危险，女二为了保护女主受伤了，女主很伤心的觉得是自己的错，女二安慰她，女孩子保护女孩子，天经地义。真的，这部剧和大宋少年志一样，很吸引我的一点就是群像戏做得很好，全员智商在线，萌萌哒。对我这种喜欢团队战、主客官配、喜欢 CP 乱炖，偶尔磕磕邪教的人，简直非常友好，仿佛让我回到了看大宋少年志的快乐时光。希望后面4人组能够多点时间在一起，能有更多好玩的互动。而且官配的感情线不工业糖精，男女主是高冷腹黑王爷和天然呆直球少女，男女主双方都被对方的才华品行所吸引，两人的感情是细水长流型的，经常说爱，偶尔谈情，这种美极让人抠糖的暧昧才会让人更加的欲罢不能，这样双方的感情就有一个推拉的过程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男主一开始对女主一脸的不熟，到后面慢慢的交心，听，这是冰上慢慢融化的声音。所以我现在就是抓着预告里的一点糖，欲罢不能。看平时冷静自持的男主为爱发疯，看平时温和有礼的男主吃醋了啊，他好爱他。告白的方式也很含蓄，女主在手帕上绣了一块骨头，告诉男主这是最靠近心脏的肋骨，是他最喜欢的骨头。问男主喜不喜欢，男主表示我很喜欢，然后男主就把手放在了那个肋骨上啊，他好爱他也好爱他。男主也投其所好，送了女主一套验尸工具啊，他好爱他也好爱他。这部剧节奏快，没有注水，甚至没有一句废话，都是为了后面的铺垫。悬疑推理部分也做得不错，推理部分模拟现场做得非常良心，男女主带入凶手和死者分析死法，推理步骤严谨，没有毛病。悬疑部分也可以，刚开始是从路人被雷劈和官员被杀案引出朝堂幕后的阴谋，单元案件都和主线剧情息息相关，这样的话主线特别清晰，而且看到现在观众都对真相非常好奇，都在猜 BOSS 是谁，男主的父亲到底去哪里了，悬疑感打得很足。人文部分，这部剧输出的价值观也是不错的，女主解剖尸体需要开脑，但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女主就专门戴了假发，解剖完之后又给缝回去了，对死人依旧保持敬畏尊重之心。小五座给人一种我们是小成本扬长避短，尸体道具复杂又血腥，所以用漫画代替，但是很用心，用手绘图解的方式，尸体情况一目了然。人家的漫画是对剧情起到辅助作用的，这部剧是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质量很好的古偶了。最近的电视剧，特别是网剧一片低迷，山河令司藤播完之后，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了，所以最近都没有出什么安利视频，感觉还不如回去2刷3刷。小五座的出现挽救了剧荒的我，导演是娄健，之前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面具等高分正剧，确实这部剧的很多镜头看着就很不错。编剧有2位，一位是原著作者，我看了一下，出品方是林可。有趣的是，他们拍这种小成本的网剧反而出彩，那些投资比较大的反而不咋地，比如林和和徐磊合作的盗笔系列，大投资大 IP 大流量，老九们口碑一般，杀害烂尾严重，而且都出现了注水，剧情乱七八糟。 Nobody Care 一脸狐仙的终极笔记反而成了盗笔系列翻拍质量最高的，可惜终成绝唱。SCI 也不错，但是第2部也是遥遥
有无期。御赐小仵作也是很糊，片花说实话真的有点劝退，腐化到真的一般。预告里男主男二不起眼，一看正片他俩官服好看，常服丑男，特别是男二，我要把他的细刘海献上去，让他官服半永久。演员都是比较糊的小透明，王子奇演过《九州天空城2》，赵瑶珂参加过选秀，杨廷东演过《全职高手》，比较有吸引力的还是苏晓彤，她之前演《大宋少年志》的小景。而且冲着喜欢的演员来看的，我觉得御赐小仵作豆瓣刚开分就拿了8分多的好成绩，编剧的功劳比较大，它让我看到了悬疑甜宠剧的市场，谁说两者不能兼得的呀？悬疑做的尊重智商，甜宠部分补工业糖精，很多剧都打着悬疑甜宠，家庭加言情，号称有家国情怀，卖羊头挂狗肉的太多了。现在很多电视剧都是重 CP 轻剧情，搞得有时候我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要求太高了。所以老老实实走剧情，尊重我智商的小仵作真的很难得，说到底还是要剧本好啊，在编剧身上多花点钱，培养多点好的编剧吧。现在大 IP 扑街率高，反而这种小成本网剧能杀出重围。大 IP 流量剧明星片酬占了大比重，但投资终究有限，自然就是要从其他方面减少费用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剧的质量自然也就差了很多。小成本网剧演员不出名，但是我们把钱花在了刀刃上，找一个靠谱的编剧，在剧情的加持之下，主演们的演技不尴尬，能用就够了，没有乱七八糟的加戏注水，有的时候反而能给人带来惊喜。其实观众的要求很简单，过得去的演技，有深度的人设，不降智的剧情，靠谱的编剧，因为用心做剧，尊重观众，永远都是王道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你对御赐小仵作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留言，关注哇哇哇妹，哇妹在这里等你哦。